大家好，我杨工。今天呢，我们可以就把飞机拿出来测试。昨天我们在家里面地面调试基本上也差不多 OK 了。现在呢，我们就把这个飞机，我刚刚也把组装上了，然后呢，我们就把电池啊、配重啊这些给它弄上，然后我们就准备测试。这个是我们暂时用不上，因为我们就是要模拟一个相机嘛。模拟一个相机重量，我们就放了一个配重啊，就放了一个配重，放了一个配重在里面。这里是模拟着我们有个相机，然后呢这些快门线我们也不用。好，配重我卡紧了。测试我先用的是1.4万的格式电池啊，因为先上轻一点，然后我们试一下。然后我们开一下它的重心。重心的话，我们用的是钩子，如果没有的话，你用用一根绳子也可以啊。看下这个重心，这个头有一点点低头，有一点点低头，说明前面重了，然后电池稍稍往后推一点点。好，再来拎一下，这就差不多。首先要确保重心，因为我们这个飞机设计的时候，重心呢，这个固定翼的重心和这个多旋翼的重心是一致的。设计的时候就考虑过这个问题，所以说，不管你是飞多旋翼还是飞固定翼，一定要把重心给抬好。好，我们现在可以给它通电。好。暂时不猛晃动它，等它启动。好，等它启动了，然后再等它过质检。哆来咪，好，启动也完成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该拿的拿掉，这个泡沫也不用了，然后飞机给它倒出去。打开我们的安全开关，把安全开关打开是有提示的啊。现在我里面控是开了的，现在是一个遥控器上的一个模式，应该是个多轴定点。现在我们过来操作我们的地面站。打开我们的地面站，然后连接我们科目口选队、波特利选队，然后点击我们的飞机。现在我控是开着的啊。控是开着的，然后的话，我控有3个模式，2个是多轴定点，一个是固定翼，增稳，因为我调试嘛。然后我也，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电压控数啊，基本都是有的，但是我们这些要去确认一下电压是否正常，然后一些姿态啊是否正常。现在我们就挨个过来，因为我们重心刚刚放电池的时候，我们重心是确定的。但是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现在的速传信号，速传信号也是正常的。然后空速的计和气压计基本上都是正常的啊。然后磁罗盘的方向，这个时候我们就把飞机放到我们应该放到地上，然后再去看一下我们那个看一下就是地标嘛，然后是不是正常的。现在的话应该是差不多，磁罗盘也是正常的。然后的话，我们 GPS 卫星科数，这是 GPS1、GPS2、GPS1，然后2个都正在搜索卫星，基本上都是15颗以上，基本也是正常的。然后的话，还有我们的一个遥控器失控保持，昨天我们在家里面也是测试过了，我现在把控关掉，现在是没有遥控器信号。然后看一下，等10秒钟看它跳不跳模式，应该是不会跳模式。如果我一关控不行的话，我一关控它说会是马上要跳转的。然后我们的现在我们开控，看一下它的一个模式开关。现在一个多定点，
固定力增稳，多轴定点。好，我们讲的安装方向，我们昨天最后我们是看了的，待会我们再出去看一下。然后电机转向，我们在家里面也测试了。然后我们现在还有2个确认，就是一个是电压，我们还没量，那我们要量一下和这个测的电压是不是一样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横滚方向和升降是不是正常的。这个呢，我们要把东西拿回去，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固定力增稳模式情况下。现在呢，我们拨到我们的固定力增稳，我中间这个遥控器是固定力增稳，然后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舵面回馈，然后舵面回馈正常，然后拉起来，降下去，然后左右尾舵方向也是对了的。好，现在我们还有就是确定我们这个电压的话，我1点7没拉，我去把它拉过来，看一下我们电压25.79。这是一块，然后看另外一块，25.88，两个加起来的话应该是51.79，那应该是79的88，那就是51.666，51.677988对51.67。51.67，这个是我们，因为这个延点器的话，可能有一点点偏低啊。那偏低还好，只要还是偏低。然后我们过去看一下我们的那个电压，我现在拨回我的多轴定点模式。现在我们电压的话应该是51.67，现在我要重新调整一下。我重调上51.67，好，67，这个等它波动到我们输入的电压，好，差不多。好。现在呢，我们准备起飞，但是我们看一下之前我们在家里面上的那个桨，方向是不是对了？然后这个是1号电机、2号电机、3号、4号，桨都是安装对了的。转向的话，我们在家里面也确定2、3次。不放心的话，我们可以解锁看一下。我们不起飞，我解锁，然后上锁看一下。好，转向都是对的。现在呢，我们就准备起飞，然后测试一下我们多轴的一个性能。我这个是日本手啊。现在我解锁。这个时候多轴的话，我们是要测试什么啊？测试一下看飞机抖不抖。多轴测试的话，我们是主要是看一下它的一个，比如说刹车啊，比如说我向前，好，它看它刹不刹得住，然后抖不抖。就多轴情况下，它的一个电机是不是抖的，然后这些情况，比如说横仰啊，如果就是说刹车刹不住。那肯定就是调参数，但是呢，就是机型是一样的，然后参数也是一样的，动力配置也是一样的，所以说这些参数更好匹配我们这个，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参数是正好匹配我们这个 PNP 里面的一个动力配置。如果就是说你更换了电机或者桨之类的东西啊，更换了电子设备，然后它的一个有可能刹车刹不住，也有可能它的 PID 值不一样。所以说可能横滚呀、俯仰啊，它都有一点带抖，但这个情况下我们就要调整它的 PID。如果就是用我们的那个 PID，如果用我们的 PNP 的话，它的所有参数基本上都是能对应上的啊。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刹车方向锁定。
方向锁定还是很，因为这个一面积大，锁定还是很成功的。然后我们悬停呢也有1-2分钟，因为多手的话，基本上最多就是在起降的过程中最多1分钟。现在的话，我把它降下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电机是不是畅的，是不是在正常温度以内。好，我收油门了，上锁。这个我们是开的有怠速，就是你即使把油门收到最低，它也会转。我们是开了怠速的。用手碰一下它这个电机和电条，基本都是在正常范围，温度基本都是可接受的温度。因为还有的话，这个电机虽然是多轴电机啊，但它也是一个封闭式的电机。传热的话，可能就是外面一风传一点，导一点热出去；还有的话就是传到我们这个电机座上，传我们电机座上，然后到电条的温度也是传导到我们这个电机座上。现在呢，我们就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这个风向，我们现在这个风向基本上是无风的情况下，我们现在基本上如果有风一定要逆风起飞啊，如果风大的情况下必须逆风。现在我们基本上是无风情况，然后呢，我们基本上就随便找个地方，有一点点风，微风基本都不存在，但是风大必须要逆风起飞。现在呢，我们就要进行一个固定翼的一个测试，固定翼自动切换，看它切换的怎么样。现在我基本上就是因为是无风，然后所以说我就随便指着我一个头的方向，然后我现在就去设定我的航线。现在的话，我们把我们的测试航线给加载出来。测试航线，现在我们飞一个简单的一个起降航线。好，这是我们一个简单起降航线。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出去，176米，没问题。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的一个高度，因为这个的话，我是体验这个航线，我是体验过很多次了。然后这些高度的话，基本都是没问题的。我一般的话，第一次轻飞起飞我都要40米以上啊。然后现在的话，我就起始位置写入航线。现在呢，我们过来再确认一下我们的电压。我们刚刚多旋翼飞了一下，电压基本上是50.83，也差不多。然后空速在3以内。然后的话，姿态也是正常的。起飞，现在确定一下周围是不是有人，没有人的情况下，我们就自动，然后解锁。它这个是40米切换。高度到达40米，然后呢再进行一个切换。现在呢已经飞到25米，然后30米。35米，40米。好，现在进行一个加速的一个状态，前电机已经启动，空速到达过后，多轴电机就会自动就会停转。好，现在已经完全切换成功。现在的话，我就可以把我的遥控器关掉，看一下。好，没问题啊，我现在没问题，我后面起飞我都可以，就是说关控起飞啊，都是没问题的。如果就你不放心，你可以把控开着。然后这个飞机的话，它是我们是限制了一个油门切换的过程中，这个3通的油门是最大到达70，最大到达70。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参数是最大油门限到70%的，因为这个我们这个电机配的桨比较大，所以说它这个效率上是也比较高啊。如果就是你低海拔的话，就70%就够了，然后你上高海拔的话，你可以试着把油门加大一点。现在呢，我们进行一个简单一个起降航线，待会儿的话，我们就准备看它的
一个压线的一个能力啊。压线的话，我们这个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航线了，因为这个简单航线我们是太短了，看不出来。我们就是需要一个几百米，甚至上1公里啊，1公里以内嘛，啊，500米以上的一个曲线航线，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压线是不是能压得出线。啊，现在飞机马上回来了。好，现在30米，现在马上到达11点，它就开始进行一个返航。好，它多固定返航。这个返航的话，我们刹车距离开的比较远，就是150米，离家150米就开始进行一个刹车啊。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电压。电压现在降落，因为我现在是用的14000电池，电压只有22降落，然后起飞的话应该是在25万左右啊。现在我们降落过来，我们就确定一下周围的人是不是有人了。现在应该还有10米高，如果有人了，我们就马上进行接管。好，现在的话，我们可以过来看一下我们的飞机，继续碰一下这些温度，看它是不是正常的，基本上都是在40度以内，40度左右吧，都是能接受的啊。尤其多轴电机的话，基本上是在人体温度差不多，反正就，差不多。然后的话，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我们的一个。看它的一个压线能力，那还是我们继续用这个，还是这个方向起飞。现在呢，我们继续给我们飞机执行一个加载一个航线，然后我们现在一个巡航航线，我们现在的话飞到80米高，然后看它的一个压线的一个能力啊，压线的一个能力。这个呢也是我飞了多少遍了。基本也是没问题，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航线。然后第一步是起飞嘛，为 take off 嘛，第二步就是一个切换点嘛，最高这在要不然跟第一个点一致，要不然就是跟垂直起飞高度是一致的，要不然就是最高比它高5米，然后后面就是慢慢的进入航线，航线中是80米，然后第9点我们这第8第9是一个命令，什么命令？都降坡循环，到了第8点过后，它就开始去往第4点，进行一个循环，那么绕圈，这是一个循环航线我规划的。然后完了，我不想让它飞了，我就可以跳转到第10点，然后让它进行一个降高啊。现在呢，我们进行一个起始位置，每次起飞之前都要点一下起始位置，然后再进行一个写入航线。因为我这个地方我能确定这个航线是安全的。如果你在山区作业，肯定就是要点一下这个高度曲线，看一下这个高层是不是有没有撞山的可能性啊。因为我这个地方就是不需要，因为我这个地方这个航线是飞了几百个起降的一个航线。然后现在我们再次确认一下周边是不是有人啊，基本上没人，是没人的情况。然后我们再点自动，这已经自动了。然后我们现在点解锁起飞，这个航线的话，垂直爬升高度是35米，然后进行一个切换。现在呢，我就是处于一个关闭遥控器的一个情况下进行了一个起飞。现在20米。25米，这个时候呢，就必须要有一个人在外面看马路上是不是有人，停车场里有人，马上开始切换了，好，切换，
现在我们可以看它这个油门，三通的输出油门是70%，是70%，因为我们这个是限时了的，在低海拔嘛，就70就可以起飞，固定70，低海拔就够了。然后呢，现在我们就还在进行进入航线，再进入调高。看压线的话，基本上把这个缩放干了18倍。然后它的电流现在也是在上升，固定上升一个阶段，电流是在10安。我们待会儿可以看一下它平飞的一个电流的一个状态。现在马上进入到达预定高度80米。基本上现在就是79，处于80米了。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电流是在5安左右。转弯的话，电流稍稍要大一些就是大于5安。现在已经进入航线，它的进入调整。为什么要覆盖延伸？就是这些地方，就是它还在进入调整的情况下就已经开始拍照了，所以说你必须要覆盖延伸了。现在已经就是调整好它的一个状态。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压线能力，18倍，基本上是完全把这个黄线给压住了。如果有一点风，固定翼的话，因为它受风的影响是稍稍有比较敏感的，就机头的话可能旋偏呐，可能就是有一点侧风，它肯定就是说，对它的一个影响还是有一定的影响。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随时一个电流电压的一个状态，然后可以看一下它平飞的时候它的一个姿态，横滚和俯仰的一个姿态。现在也在进行一个调整，现在基本就是属于覆盖延伸吧，覆盖延伸就多飞出去一点点，然后进行一个调整，然后调整好，然后再进入一个拍照的一个点，进入拍照，开始拍照。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基本现在就是调整好了。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横滚，基本上是在0度左右徘徊吧，然后俯仰的话是在3度以内，基本上没有高过3度，基本都是最高都是2点几。现在的话就是已经又去往第5号点了，第4号点过了，然后因为8号过了，马上就去4号，因为我这是一个巡航的一个航线。固定翼的话，反正就是说作业最好是要覆盖延伸，不然的话这一节相当于就是在开始拍照了，这一节的姿态就不是很好。覆盖延伸的话，尽量就是说稍稍延伸长一点嘛，因为它进入了转弯过来，它进入一个慢慢的一个调整姿态，然后进行一个压航线，这个的话可能需要个200米左右现在的话，这个飞机。平飞的电流也是很小的，姿态基本也是不错的，压线的话也是很 OK 的现在呢，我们就可以把它飞到我的接近10号点左右，我待会要跳到10号点让它进行一个降高。10号点，现在的话我就进行调转到10号点去，让它进行一个降高，然后执行后面的命令回家，调转。好，这个飞机的话压线还是相当的不错的，然后各方面的表现也是很好的。
好，现在已经开始准备马上返航。好，固定翼返航。啊，马上启动多旋翼返航。啊，进行一个减速，然后刹车，然后再进行一个降高。现在呢也是一样的，等飞机降落，马上让人去外面看了有没有人啊，拿着遥控器看看有没有人。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啥？就是我们飞机拍照，最终是实现一个功能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测了这么久了，装了这么久，飞机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搭载我们的相机上去进行一个拍照。现在我把飞机电断了，也把我们的配重给拿下来，把我们的相机减震座。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相机减震座，这个减震座可能有一点点要抵我们这个快门按钮，我就稍稍的把这个地方给抠一下，因为这个是大致设计索尼相机的啊，反正这些边边有一角角啊，你可以自己把它给弄干掉。打开我们的镜头盖，看一下我们的相机1/1000 ISO， 现在的话我们 ISO 我们设置到300就够了，320，这 ISO 320，因为今天天气太阳是特别的大啊，光线也是特别的好。现在呢我们把相机格式化，然后对比一下我们之前，看一下就是它的一个拍照的一个功能是否能实现。然后的话，最重要的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拍照能实现了，但是 pose 是不是记录完成的？按理说的情况啊，我用飞机用了这么久了，就是它还没有出现过扫 pose 的一个情况。好，现在所需要用的是我们的一个假电池，供电的话我就是用我们锂电啊，转压过来给它供电。我们的减震座给它安装进去。减震座的话，这个两边是卡住的啊，这正好是有一个台阶，把这个减震座是往下卡住的。现在的话，因为这个飞机我们暂时先不开孔啊，我们先把这个重心给它抬了，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个试拍照啊。进行一个试拍照，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重心，因为我那个配重是给它减轻，配重是600克，我这个相机比较轻，所以说重新要抬一下重心，然后相机看来就是机头重了，对不对嘛？机头重了，我们这个电池也要往后面挪一挪，然后再抬一下它的一个重心，拧一下，好，这个重心就是完全很 OK 的。现在我把飞机转向我们起飞的位置，然后进行给它一个通电，好，给它启动。好，启动完成，现在进行一个过质检。好，质检过了，然后现在的话，我们就是进行要一个试拍照。试拍照，现在我就要让我的另一个伙伴啊，让他给我点一下拍照，我看一下这个拍照在家里面已经测试过了，肯定是没问题的。那现在呢，我就把相机打开，把我的相机打开，这个电池电一定先把相机关了，再给它
充电，然后再开相机，然后插上我们的快门。然后现在的话，我因为我现在没开孔，我拍黑色的照片在空中，那肯定就是说它是在空中拍的。我现在就对着外面拍，然后我都一定有个伙伴给我拍照。然后现在拍照，1有了，好，点第2下，2有了，然后3下，4有了，好，4对现在第3下好了。然后现在的话，我们就把我们的相机给它进行原风位的安装回去。然后的话，因为相机我也没动，然后给它安上去。好，现在打开我们的安全开关。现在的话，我们就进行一个测试一个功能，测试它的一个起降，看它拍照是不是能够完全的进入一个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成果吧。现在的话，我们打开我们的航线啊，一个起降航线。起降航线中，我是加的有拍照命令的，这2个是开启相机拍照，然后进行关闭相机拍照，40米拍1张。啊，现在我的起始位置写入航线。刚刚实拍的话，我们也实拍了，然后也是没问题的。然后我们就空中它的自动一个实拍的功能，自动。啊，看一下周围的环境是不是有人。好，现在没人，现在我就准备点解锁起飞。现在40米进行一个切换，然后飞一个简单的一个航线，然后看一下拍照。好，现在30米。好，马上38、39、40切换，进行一个加速一个状态。好，空速慢慢冲上去，冲上然后过后，它就会舵轴会自动关闭。好，现在已经完全成功。好，现在已经开始返航。好，马上多旋翼返航。现在周围的环境也是没有外界的干扰啊，没有外界的干扰，人的话、车的话也是没有。现在呢，我只需要把空拿着，或者不拿空。为什么拿着空？就是万一出现紧急情况，有个人、一个车马上就冲过去了，你来不及反应，你叫不住他，你只有拿遥控器把那飞机接管住。现在空呢，我也是关闭一个空的一个状态。现在的话就是慢慢检测到它开始着地了，那开始收油门。现在已经油门收完了，现在再进行一个上锁的一个情况，上锁比较慢啊。那飞机，我们现在把我们的舱盖全打开，我们断电一定要先给相机断电，再把这个飞机的电源给断了，因为不然呢，我直接拔电，我相当于直接把这个电池给它抠掉，是一个原理，所以就比较伤相机啊。那我们现在可以看见我们拍了多少这张照片。啊，我们菜单栏，黑色、白色。好，我们试拍了3张，一共有33张照片，所以说在空中就拍了30张。现在的话，我就把我的飞控里面的内存卡提取我们 POS， 看看能不能对应上。这个的话，飞控这个 POS 啊，
它是跟 PPK 不同的。你 PPK 在地面拍它也要记录，但是飞控这个只是在航线上拍它才有记录。现在的话，我们就是需要去进行看一下飞控基准完整没？插上我们的内存卡，然后打开我们的 POS 提取，因为这个文件比较小啊，所以说我直接就不把它拷到电脑上了，我直接就在这里面。然后最近一个是1、2、3啊，第3个起降，第3个通电点吧。然后现在我们进行一个提取，看一下它是不是30张照片，30个 POS 点。因为照片的话，我在空中是拍了一个30张。好，30，这有一个统计，左上角有一个统计。然后不放心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从0开始的啊，序列号从0开始。然后我们拿到最下面29，从0开始到29，那就30张。正常作业我们就提取保存。好，现在的话我们只是确保一下它的一个是不是跟我们照片的数量是一对应的。现在的话，我们基本上这架飞机的话调试基本上差不多了。然后的话干活的话，它的基本上功能也是基本上属于一个完全的一个实现功能，基本上也是完全实现。好，现在的话我们飞机这一块的话我们就到这里，然后谢谢大家。